再来关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美国之行。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防长奥斯汀会晤马克思时，再次重复其总统拜登不久前的论调，声称美国会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防卫菲律宾，范围涵盖南海地区。中国外交部4号表示，南海不应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3号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晤。奥斯汀声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菲律宾军队、海岸防卫队舰艇、公共船只或飞机，以及在整个太平洋遇袭。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Philippines is higher. We will always have your back when South China Sea or elsewhere in the regions. 两人会晤后，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奥斯汀与马克思强调了深化美菲联合行动，包括加快联合巡逻等海上活动的计划，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权利。双方还讨论了迅速运营在吕宋岛北部和巴拉望岛的4个新军事基地，以支持美菲联合训练、演习以及其他合作，包括美菲武装部队的海上安全、海域意识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定明，在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将提供支持。马克思启程前曾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美方具体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根据条约保卫菲律宾。在1号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面中，该条约成为两人会谈重点。拜登重申了条约的协防精神，还表明继续支持非军事发展。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ironclad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就美方表态称，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问题。毛宁还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不应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南海的和平稳定，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团结合作，把妥处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这次承诺向菲方提供4艘巡逻艇和3架 C-130H 大力神军用运输机。马克思此次访美，双方将着眼建立一项涵盖海上、空中和网络的一套全新双边防御体系。美国希望通过转让军用飞机以及加强菲律宾海军舰队，支持菲律宾军队实现现代化。外交政策专家罗兰·辛布兰分析称，菲律宾的战略地位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就美菲是签署协议的同盟关系而言，菲律宾军方在其国内有较大的话事权。半岛电视台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的表态分析认为，马克思总统这次访美在军事议题上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大国博弈对菲律宾来说不是一场电子游戏。周一，科比表示，美国保证将在与菲律宾当局充分协调与合作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基地。这与菲方此前表示禁止美军在陷入与他国冲突时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说法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中菲关系起伏不定，主要的争议就是围绕南海议题。2016年下半年，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新年年初，中菲两国领导人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然而，为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美国政府不仅操弄南海议题，还企图将南海和台海串联，试图将菲律宾彻底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值得警惕的是，此次拜登与马克思会面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公开提及台海，意味着正式把台海问题纳入美菲的双边议程中。近期，美菲持续加强双方军事联系。上月展开两国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菲方向美方开放4个新增军事基地，其中1个位于巴拉望省的巴拉巴克岛，面向南海海域，靠近中国南沙群岛。而另外3个位于吕宋岛北部，与中国台湾岛隔海相望，其中1处距离台岛仅约400公里。对于这些军事基地，虽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菲律宾高官一再强调，不允许美国在非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军事行动，也不会准许美军舰机在基地补充燃料、维修或重新装备。但分析认为，如果美军在战时强行使用这些基地，菲律宾将很难有话语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来插手中国的内政问题，菲律宾也是一样。我觉得在中菲关系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还是要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总体上应该采取双向的对菲政策，
这样的话呢，对于缓和目前的中非这样一种局势，促进中非共同发展，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菲联合声明中，除了台海、南海议题外，还特别提及美日菲的三边合作。有观察指出，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整合时期。日本是美国的马前卒，马克思访问美国前，日韩领导人已经访问了华盛顿。而本月，拜登将出访印太地区，除了在日本出席7国集团峰会，还将在澳大利亚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并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太平洋18个岛国的政府首脑。一系列举动再次暴露出美国企图在印太地区推动建立多个小多边机制，以打压中国的意图。他在印太地区推行的一种多边战略，目前从小圈子已经向大圈子逐渐的过渡，这是美国这个同盟战略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选择。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地缘政治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在美国破坏性政策的裹挟之下，印太局势势必日趋紧张。菲律宾国内不少人担心，非将再次沦为美国军事野心的牺牲品。据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报道，就在马克思与拜登1号举行会谈时，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前，大批菲律宾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拒绝沦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前哨，要求美国立即从菲律宾撤出